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还没有上架的 Obsidian 外挂 Text Transporter，也就是文字的运输车的意思。它主要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很方便、很轻松的来操作我们笔记里面的文字的内容。我们可以把文字从这个笔记搬移到另外一个指定笔记的位置，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把某一个区块呢自动产生区块代码，也可以自动把这个区块代码呢复制到系统剪贴簿，方便我们在别的笔记里面来贴入引用。那这一个 Text Transporter 呢是由 Obsidian 42 Family 所推出的，它在社群外挂里面呢已经有了2个外挂了啊，那这是它的第3个外挂。但是目前还没有在第三方社群的外挂里面能够找到它，因此我们必须要人工自己手动来安装。那在影片的后面我们会来介绍安装的方法。那下面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一个令人觉得非常惊艳的一个功能，也就是它的书签的操作。所谓的书签其实就是定位点，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笔记里面呢设置很多不同的书签。那这样子呢，我们就等于是设置了很多不同的定位点。那将来我们需要把某一段选取的文字直接复制到指定的位置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选取我要用输出到哪一个书签去。那这样子的操作方法就可以很有弹性的让我们随时截取需要的文字到一个特定的书签位置去。那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要做这个书签操作的几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设置我们书签的位置啊。那这个书签呢，就是我们将来要插入文字的一个地方。首先我们就是要选取一段文字啊，因为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文字的一个书签的位置，然后再按右键功能表。在右键功能表里面呢，会多出很多跟 Text Transporter 相关的功能选项。那我们要选择其中一个 Add a new bookmark from this file。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设置好一个书签的位置啊。那我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哈。我这边已经开好了几个测试用的档案哈。那首先我们先来设置第一个书签的位置哈。比如说我在这个 Test One 这个笔记里面。我要在这个文字运输车这几个字的后面设置书签。好，我们就把这一段文字给选取起来，接着按下右键，在右键里面呢，这边就有一个 Add a new bookmark from this file 加入一个新的书签，我们点击，它会让我们选择我书签要设置的位置你可以设置在这一个笔记的最开头，或是这个笔记的最结尾，或者是选取文字的这一个地方那我们就先选取这一个选取文字的这一个位置。好，设置好以后呢，它右边会跟我们讲这个文字已经存进去了因为我先前已经存过了，所以它出现了一个已经存在的一个提示。好，那接着我们再到测试Test 2这个笔记里面，那一样我们也是要在这个文字运输车这个段落呢设置一个笔记的一个书签，所以我们标示好这个文字以后呢，再按右键，一样选择这个加一个新的书签。好，然后也是一样要设定书签的位置，我们一样要选择这个选取文字的这个位置。好，输入好以后呢，我们其实就设置了2个书签了那设置好的书签呢，我们其实可以用 Ctrl P，然后呢，你再输入 BO，大写的 BO，你就可以找到这一个 Text Transporter Open a Bookmark 的 file。那这个你当然可以去设置一个 hotkey 像我这边就设置一个 Ctrl One 这个 hotkey，点击以后呢，你就会看到所有我们设置过的书签呢就会显示出来了。那另外这个书签的位置呢，除了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做新增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在设定里面找到 Text Transporter 的外挂选项在这个地方Obsidian 42Text Transporter 这边，然后其实所有的书签都是在这个 Bookmarks 这一个栏位里面。那如果说我们有不需要的内容的话比如说我这一段是先前测试的时候加进来的，我不需要这边的这个书签，我就把这个书签给直接删除掉。那这样会比较快，要不然就是你要用它的
remove 的一个 mini 面板的功能。那这样子透过这边呢，其实是比较快，可以去维护我们所有书签的一个方法。好，那维护好以后，我们当然就是离开。好，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动作哈，设置标签。那我们接着哈，再来看看我们的书签的位置要另外有一点哦，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哦，其实我们设置了这个书签的位置以后哈，比如说我们再设置一遍哈，加入新书签，你会看到哈，这个其实除了开头的位置以外，它还有第二个开头，但是他说会帮你把它变成是一个功能表的选单哦。那这个意思是这样子哦，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这一个哈，我要把它加入到最上面，然后变成是一个功能表选单。好，点击了以后，将来我们有输出的位置的时候，需要指定书签位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在这边，我有这一段阳盛的词哦，我要把它给输出到，把它复制到我指定的输出的这一个书签位置的时候呢，我们按右键，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功能选单。那这个功能选单哦，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设定的是 context menu 那个选项做出来的，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右键功能表这边呢，直接点击它，它就会帮我们把我们刚刚指定的选取好的这一段文字呢，直接贴到这个 test one 这一个的开头的位置哦，它直接就复制过来了。那这个是我们做 copy 的动作哈，也就是复制的功能。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哦，比如说我们把这一段都标示起来，按右键，我还有一个 push to。push to 的意思呢，就是搬移，把它从 test 这一个笔记呢搬到 test one 这个笔记里面去。那我们现在示范一下哦，把这个内容呢搬移到 test 二的这个指定书签的位置里面来。好，我们把它选取起来，按右键，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把它设定成是 context menu，所以你这边就没有办法选取到，因此你就要从上面的功能去选择哈。那我们是要把我们的选项选择的文字的内容，要把它搬移到另外一个档案，因此我们就选这个 push，它就会弹出所有我们设置过的书签哦。那我们现在是要把它放到 test 二这个笔记的文字运输车这一个刚刚设定好书签的位置，因此我们就选择它。那你可以看到我们 test 里面的这一段内容呢，就被搬移到了 test 二这个文字运输车下面的这个书签的位置来了。那这个就是它最基本的书签的指定的位置。那这边要特别再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设定好书签位置以后，如果说我们又有第二段要复制过去，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一样把它放到这个最上面这里来好了哈。那你会注意哦，因为我们设定的是最上面的位置哈，我们再选 copy 啊，你会发现哈，它刚刚的第二次做的呢是放在我们第一次做的内容的上面的哈。那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后面因为它的书签位置不会自动跑到你新增加这个内容的后面，它永远固定在你指定的位置，因此你第二次、第三次的内容它会一直往上加上去哦。那所以就是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它会一直往上加。那如果说你希望它是往后面加这样子的动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把它加到这个 test 二这个段落的后面的话，那你的书签哦，在这边呢再来设一个新的书签哦，按右键 add a new bookmark，你最好就是选取这个 button 哦，那我们选择透过这个功能表选项哦，把它放到这个最底部。好，那我们把这个第三段的内容标示起来，按右键，然后这边就会出现了我们刚刚的这个 button 嘛，那你直接再点击，我们选复制 button 才会复制到最下面啊。那这个 button 它会是固定的位置，那这个 tab 因为上面还有页幕区，它会放在页幕区的下面啊。那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内容，你希望能够自动输出到你需要的笔记区的时候，那最好就是用这个 button 这一个书签。那这个是它书签的一个基本的操作的功能。书签的截取功能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很多选项嘛哦，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了这个我们使用这个 copy selection to another file 这一个哦，你可以看到它直接上面就是书签，我们设定好的书签，下面还有标签的搜寻哦，那这个都是让我们可以去过滤
你要产生到哪里去哦。那但是这个标签的搜寻哦，它是 YAML 区里面的标签，它是没有办法搜寻到，它只会去搜寻你的 text 区域的标签哦。那这个是它目前的一个限制。那也许以后它将来会改成 YAML 区的位置也可以去搜寻。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直接指定我的某个内容要直接输出到某一个档案。如果你选择这个而不是书签的话呢，它会帮我们把这个档案的内容呢给直接整个显示出来。比如说，我要把它输出到一个这个好了哈，我们有一个 test admonitions 点 md，它就会把刚刚这一个档案的内容呢，整个显示在这个视窗里面，让你去指定你要复制的位置。比如说我要复制在这个图标的这个位置的话，我就点击它一下。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就会帮我们直接把那个内容呢，直接就转移到那边去了。那请大家注意哦，你这个复制的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哦，你的这个目的的这个档案呢是不必开启的哦。好，诶，好，test admonition，好，就是这一个笔记，好，我把它打开，然后呢，我们移动到这个位置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要复制的位置嘛，哦，那你可以看到刚刚这个《三国演义》的这个片段呢，已经输出到这个位置来了啊，哦。那这个档案刚刚其实我们是没有开启的啊，因此即使你这个笔记没有开启，它也可以直接指定输出的位置。那它这个功能就非常方便，让我们可以随时把你的要截取的内容呢，直接复制到你指定的位置去。那这个功能可以说非常的方便。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Text Transporter 功能表里面的其他功能哦，比如说我们按右键以后，你可以看到它有这么多的功能哦，那但是它都是做哪些处理哦？其实后面这几个 copy 啦、push 啦、send file link 这些，其实我们刚刚讲书签的地方，其实大部分的功能都已经涵盖了哦。我们看一下这个 copy block embedded 的这个 from this selection 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是会帮我们自动把你游标所在的这一个段落自动帮你产生一个区块代码，并且把区块代码产生出来的连接呢，直接复制到系统剪贴簿里面去，这样子就可以很方便我们在另外一个笔记呢，直接来引用这一个你刚刚的这一段这个段落的区块啊。好，我们来示范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游标在这一个词的这个地方，我按右键，然后选择这第一个copy block embeds from this selection， 点击好以后，你首先可以观察到的是，它最后面会帮你自动加上区块代码，但是事实上这个时候呢，它已经帮你把这一个区块它的整个内部连接呢产生到你的系统剪贴簿里面去了哦。我们按一下我的这个剪贴簿的管理工具，就是这一个它已经帮我们产生好了。那我们点击一下，它就产生出来了。这个应该是我们要放在我们另外一个笔记里面。好，那这个呢，就是已经产生过来。你要用这个嵌入式的话，就是再加一个金蛋号码。那这个时候你按一下 Ctrl 过来呢，它就可以过来看这个内容。我们刚刚不小心把这个区块给删除了，结果我们刚刚要去开启它的时候就没有显示出来。那我们再来执行一遍。这个是应该最后执行完的样子啊。区块呢，这整个段落，然后后面自动补上区块代码。那我们把内容已经贴过来，我就按下 Ctrl，然后移动过来，它就会直接显示你这一块刚刚这个区块的内容。那这是第一个。那这个接着第二个功能就是说，我们点击一下，它其实一样会产生区块代码。它产生了一个区块代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剪贴簿这个内容我们先移动到这边来，然后把这个内容呢给贴出来。它其实是后面会加一个文字的标示区啦。好，那就是让你可以去指定你自己的文字那这样子在预览模式的时候呢，它会显示出你输入的这个内容那这就是这个是第二个然后后面再几个呢，像这个 pool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另外一个档案的内容呢，复制到我们目前这一个文字里面来，目前的这个笔记里面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 text 里面，好，然后呢，我就是要从另外一个档案。那你在这边呢，你就是去输入你的一个内容你要写入到你这个笔记的内容那比如说我们要写入这个test one 的这个文字运输车这个书签位置的内容
点击以后，它就把这个输出的这个位置因为现在目前只有这一块，它就搬这一块过来了所以这个 pool 就是说把内容从另外的笔记呢拉到我的这一个笔记里面来那这个 push 当然就是把它给搬移嘛，就是把它给推到另外一个笔记去。那这个拷贝就是做复制，所以它其实功能虽然多，但是你只要基本上了解了我们刚刚的这个书签的概念以后，其实这几个内容呢就变成非常简单的。另外就是在这个 Ctrl P 命令面板上面我们如果输入了42你就可以找到这个 Obsidian 42它所有的这一些命令那这些命令其实都是跟我们刚刚功能表里面的这些功能选项都是有相关的那但是它多出了一些维护我们书签功能的一些选项基本上我们其实只要懂得这个操作书签以后，我觉得这个 transporter 里面的这些功能呢，基本上大家都可以顺利的来运作它了。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介绍这个 text transporter 帮我们把文字的不同的内容呢，在不同的笔记之间呢去做搬运。那这个功能可以说非常的方便。那常常有需要去拆分笔记的朋友，应该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一个外挂到这边，谢谢各位。